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在前2天，我们举办了一场友谊赛，就是强攻劲弩100位玩家对上100位玩家。同时，我也会在直播那边抽取一位观众送出$100，那位幸运儿就是比利啊，恭喜他获得$100。那这里我会简单的说一下我们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只是打3个小时左右而已，所以不会讲那么长。然后后面会说一下我对于这个地图的想法。那起初分配到队伍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担心，因为在敌方部队，也就是攻杀戮部队，其实有比较多专业的主播，或者是订阅数量比较庞大的主播，像是 Chisco88 一位土耳其的主播，我不会念他名字，我怕念错，或者技术型的主播像 Bus Driver， 这几位全部都在同一个联盟里面，所以起初我是比较担心的，怕我们的队伍可能会打不过。不过在我们的队伍也是有不少经验老道的玩家，也刚好我比较熟悉的朋友都在同一个队伍，像是 Only Farmer、Ploto 我都是有帮他们制作过人物的。我邀请的一些观众还有酒吧都是在同一个联盟里面。虽然只是一场友谊赛，但是我的队友都很认真看待这一场比赛。这里我就直接公布结果吧，最后是我们胜利了。刚好我的敌人就是有 Chisco 跟88在，就有不少的观众就说，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诅咒太过强大了，就连测试服都会输掉？但我个人觉得不是诅咒的问题啦，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是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所做的截图，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地域会比较好一点。那你们可以看到在右手边的方向，敌方的旗帜他们只能牵成一个或者是2个城市贴着旗帜而已，就是讲他们不能一阳指，或者要增援部队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这个有什么影响呢？因为一个城市里面你可以加入的部队容量是有上限的。假设有很多玩家要增援旗帜，但是因为前面的那个城市已经满了，你没有办法快速的增援，然后在城市里面原本的部队又没有反应过来去增援旗帜的话，其实很容易让旗帜被摧毁。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到他们在右手边有劣势的情况，所以我们才会专注攻击他们右手边我知道这样子听起来很卑鄙，但这个就是策略，而且一开始我们就引导敌方过去右手边战斗。那其实我们在左手边的领土也不是特别好，能够牵成过去的玩家有限，而且那边的玩家也比较少。其实他们如果想要优势的话，应该在左手边开团。不过当然的，他们也是有进攻我们左手边的旗帜，但是左手边的队友我讲真的做得特别好。其实敌方的进攻是非常强势的，我们曾经有一度完全没有办法增援旗帜，但是在左手边的队友真的是配合的特别好。我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其实已经安排好了3个驻防车头，让他们可以轮流的去替换驻防统帅，直到比赛结束为止，我们那根旗帜是完全没有被点着过的，这个是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当然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看当天的直播，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我们是怎样去玩这一次的比赛。 OK，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我参加了这一次的测试之后，对于这个新的剧本有什么感想，会提到优点缺点，发现到的问题，还有询问过其他的朋友的想法。首先就是你转换成游击或者是炮台部队的时候，他的技能有一点夸张。主动技能的选择有10个，这里我显示其中5个。那你们可以注意看这里的 debuff 都是受到技能伤害提升 30%， 防御力下降 30%， 生命值下降 30%， 哇，都是很夸张的 debuff。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玩家他们宁愿选择游击或者是炮台部队？虽然官方提供的这些技能伤害系数都不是很高，但是 debuff 真的很夸张。这是主动技能的另外5个选择，我认为最夸张的就是右手边最后一个技能，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 30%， 并且每秒减少30点的怒气，而且这个技能是炮台优先推荐的技能。再来，这些全部都是觉醒技能，觉醒技能也是一样有10个选项，这里的提升就没有这么夸张了，多数都是针对于自己的部队提升，比方说跑速加成啊，或者是自己的基础提升。那假设说太多技能也不知道要选择哪个技能的话，其实系统会推荐你一些技能，我觉得系统引导性是不错的，但是这里的提升有点夸张啊，可以适当的削弱一点点。另外一个我发现到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地图的特色关系啊，就比较多玩家选择炮台还有游击部队。那因为这个是测试服，大家也想要体验新的东西啊，所以他们转换是很正常的。但是就是因为太多了，就变成我们要推进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么简单。或许官方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整体可以选择转换的部队数量，比方说我们只能转换2个游击部队1个炮台，这样可以确保我们是有炮台、游击还有野战部队的。那我知道这个是玩家自己本身的问题，还有管理层的问题啊，其实管理层可以叫我们平均分配就好了。
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玩家都是不会听管理层在讲什么东西了。为什么在这个地图上野战部队也是很重要？那我不知道实际上他们会不会更改啦，因为我在测试服的时候发现到我用炮台或者是游击部队是不能攻击旗帜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想要去摧毁敌方的旗帜，要么你就是靠集结，要么你就是靠野战部队，也就是围殴部队去攻击而已，不能用游击或者是炮台部队。所以我在前面才说到，如果太多人选择游击或者是炮台部队，其实对于我们的旗帜进展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完全是没有办法推动的。第三个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知道官方他们设计这个地图就是让玩家去体验远程的快乐，还有不同的玩法，但实际上游击部队跟我们实际上所使用的远程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也是有使用远程的，所以我知道远程实际上操作是怎样的。我觉得游击部队就是像我们普通的野战这样子，只是你攻击的范围比较远了。如果你们想要透过游击部队去适应远程统帅的使用方法，这个是不可行的，因为操作方式完全不一样。还有我觉得游击部队有一点太夸张了，它的攻击范围跟正常的远程统帅是一样的，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弱点，只有敌方部队靠近了你里面的黄色圈圈范围之内，你受到的伤害才会比较高而已。我认为可以再适当性的削弱一点点，毕竟你们想一下，攻击的范围又这么远，又可以野战，又可以随时跑掉，360度的攻击，而且敌方也未必可以走入你的黄色圈圈。我的第四个想法就是，我认为说除了游击跟炮台部队之外，其实官方可以再增加普通的远程选项，让玩家可以实际的去体验到普通的远程到底是怎样操作的。那么我知道有炮台的选项，但是炮台所需要用到的时间其实真的有点太长了。建造需要花20秒，而且你在建造的途中是没有办法取消的，也就是说，如果刚好对方来打到你的炮台部队的话，你是来不及跑掉的，你就只能停留在原地20秒，然后拆除需要用到10秒的时间。可是拆除的时候你可以中途取消，但是建造的时候不能中途取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在建造途中可以取消建造会比较好，不过确实使用炮台的话，可以稍微的体验一下正常的远程到底是怎样了。第五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玩法其实对于我们的指挥会比较困难一点，尤其在用游击部队的时候，我们的部队都是已经往前移动了，但是又不完全往前移动。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攻击范围有一段距离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是指挥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判断，我的部队到底是压制了敌人还是敌人压制我，我也不知道。像以前我们正常的野战部队就是可以看到有很多点点，然后如果我们真的压制过对方的话，可以看到有轻微的移动，可能往左或者是往右移动，当下指挥就可以判断说我们应该要撤退了，还是在持续进攻追击。但是这个地图会比较难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要保留野战部队，而不是全部玩家都使用游击或者是炮台。当我们的指挥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应该要进攻还是撤退的时候，就很容易僵持着，可能拆旗帜都要拆很久。我发现到大多数使用游击的玩家，说难听一点就是怕死的玩家，想要躲在后面用远程攻击，让自己的部队不会受到伤害。那如果你们看到敌方用大多数都是游击部队的时候，其实你们可以转换成更多的普通野战部队去攻击他们。我知道正常的野战部队会受到炮台或者是游击部队的远程伤害，但是当游击部队看到你的大量野战部队冲过来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撤退的。当敌方的游击部队全部都撤退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守着旗帜，然后我们的野战部队大多数都是敢死队，都是不怕死的。而且当我们的野战部队比较多的时候，对方他们用游击部队也不知道到底应该要锁定哪一个目标来进行攻击，所以在我们的野战部队冲过去的那一瞬间，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快速杀掉我们。所以这个地图的玩法其实对于那些亡国人数比较多的会比较好一点，并且全部都可以使用，不管是野战、游击部队还是炮台，甚至可以用小号使用炮台部队。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等一下我会揭晓。下一个我发现到的问题就是地形设计。OK， 我知道官方是为了远程而特意去设计这个地形啊，有山脉有河流，但是就是因为这些设计，玩家们就必须要绕过河道，绕过山脉，就变成我们要走的方向会比较远一点，要很久才可以抵达目的地或者是集合。所以我觉得可以增加多一些跑速啊，可能是整个地图的玩家都可以提升速度。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圣城这个方向啊，其实这个范围里面的领土是很小很小的，我们大量的玩家其实还是需要在河流外面，你要从河流外面走进去里面的话，其实要花很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官方可以提升整个地图的行军速度，不管是敌人也好还是我方也好，全部一起提升速度，这样会比较有效率，而且玩家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全部都是在走路上面。 OK， 接下来我就要说这个地图比较好的地方，就是那些曾经不能使用的统帅都可以使用了。就比方说大家比较不喜欢的统帅斯巴达，他的其他技能其实都是不错的，就是觉醒技能还有主动技能不好，但是就这么刚好这个地图可以让你替换掉主动技能跟觉醒技能，就可以让那些曾经已经废掉的统帅起死回生。还有承接我前面所说的，就连你的小号也可以使用这些技能，然后变成炮台或者是游击部队。我认为这个是不错的观念。再来就是可以尝试不同的搭配，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你可以用斯巴达王转换他的技能，当然你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统帅一起使用。接着就是游击部队的玩法可能会比较有趣，尤其是追击敌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用普通的野仗，你要追击敌人的时候可能跑不动，距离太远了，你没有办法攻击。但是当你们使用游击部队的时候，可以边走边攻击，就变成就算敌方跑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持续的在攻击他。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扫田，又或者是你去攻击扫田的玩家，都是不错的玩法。最后我对这个地图的总结啦，这个地图有不同的玩法，比较起其他地图其实会比较有趣一点，因为至少我们体验到不同的东西，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子，就算你是变成了不同的剧本，但是我们的玩法依旧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并且甚至有一些地图的要求更高，就比方说奥尔良之围，它还要求你某一些统帅必须要拥有，你才可以使用它的技能。像这个地图就直接提供了我们主动技能还有觉醒技能，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要求不会太高，之后可以增加多一些类似的内容啦，就是增加不同的玩法，这样子可以保留到玩家又有新鲜感。那以上就是我对于强攻劲弩的一些看法，当然因为我玩的时间就只有那3个小时而已可能说的不是那么全面啦，但至少我有体验过了，给出我自己的一些小想法。所以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